我们会战输在哪儿？输就输在主帅骄满轻敌上。难道你薛伯灵不应该好好的剖析剖析自己吗？伯灵，你怎么来了？你都好几天没有好好吃饭了，给你带了点广东点心，都是你爱吃的。往哪儿放？我哪有脸吃你带来的这些东西？我更没脸面对10几万伤亡的弟兄。由于我的骄狂轻敌、误断误判，致使整个战役失利，我愧对委座，愧对几万万翘首以待胜利的国人呢。别折磨你自己了，坚强点儿。别忘了，你可是战区司令长官。我是战区司令长官，但我也是个笨蛋。我是个负罪如山的大笨蛋。我相信国人不愿意看到你这个萎靡不振的薛将军。你想想老爷子，他如果还活着，他愿意看到你这个样子吗？振作点儿，啊！哼，我就算振作起来，恐怕也没有再战下一的机会了。我想，委员长没有当面撤你的职，说明这件事情还有缓和的机会。走，快点回家吧，啊！走啊！我有主意，要不我给蒋夫人打个电话，请她过来做做你的思想工作。你别瞎闹！我这么点小事，你激怒蒋夫人？没脑子！你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那走吧。副官，收东西。你看看谁在家等你呢？陈诚，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人，慈修兄，我可是等了你很久啊！你来我太高兴了。不要怨夫人，是我不让她告诉你的。你把自己禁闭了3天3夜，想必是一定得到什么感悟了吧？有点感悟。有点感悟，你们俩就坐下来聊吧。慈修，我让后厨给你准备了几道正宗的浙江菜。太麻烦了吧？不麻烦。坐。好。喝的是黑茶吗？当然了。嘿嘿，那2包喝完了吗？没有，还有很多呢。你这一来，我的心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可见都说话的人了。这3天，我把2次会战的得失做了一次深刻的反省。我洗耳恭听。2次会战打成这样，都是由于我误判轻敌，这一点我绝不推诿。
可是作为一名军人，经历了一次失利的战役，不能仅仅是承担责任、接受处置了事，而更应该从战术上反思一下为什么会攻守失利，对吗？柏灵兄这3天3夜，真是达到了一种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境界呀！其实，从1次会战到2次会战，我都坚持是一贯的后退决战、争取外溢的战术战法。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的战术思想是正确的。我这么说，你同意吗？同意。第1次会战其实没有开始真正的决战。我这么说是因为争取外溢的决战还没有展开，冈村宁次就下了反转令，撤兵了。我认为打得最成功的是上高会战。上高战役的成功，是因为我们选择了合适的地点和强有力的守军。因为敌人有空中优势，必须选择合适的地点和能打仗的守军。我74军做到了这一点，既坚决地守住了阵地，又给予敌人大量的消耗，最后也为包抄敌军赢得了时间。所以，我们成功了，战役的目标得以完成。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反思。2次会战中，我命令与敌决战在金井地区的设想是否正确？结论呢？第1次会战和上高战役，敌人都是兵分3路，而我们选择决战的都是其中1路。而第2次会战，阿南危机采取的是集重兵于一线，闪电式进攻，所以我们的防线很快就溃败了。为了避敌锋芒，我让27集团军和30集团军撤进了大云山和幕府山，然后从侧面攻击敌人的第3师团和第40师团，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这样，他们前面进攻的第6师团就成了一支深入的孤军。接着，我又命令第10军和第74军在金井一线与前面的敌第6师团进行决战。如果不是密码失窃，我相信就一定能转被动为主动，并且将第6师团围歼于金井一线。经过这次战役，我发现阿南危机这个人，身为大将者，有他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急于建功。在山西打那一仗，他是擅自出击。这次进攻长沙，他又是一味猛进。你如此潜心研究对手，想必是找到了什么克敌的办法了。我相信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利用他的弱点，打一次真正的胜仗，一雪前耻。柏灵兄，我倒想仔细听听，你找到了什么制胜的办法？天炉战法。天炉战法？对，天炉战法。哎呀，真没有想到2次会战会打成这样。薛伯灵，无论是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胸怀，还是指挥家的韬略，都存在严重的缺陷。为了确保长沙不失，委座该是痛下决心的时候了。你是想要我临阵换将吗？经过2次会战，薛伯灵已经灰心丧气，斗志全无。如果继续让他指挥作战，我们只能遭受
更大的损失。我不同意。韦座，剑生的谏言不可取，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薛伯灵。继续说。直下以为，二次会战之初，薛伯灵确因麻痹轻敌，而使战局陷入被动。但是他后来根据战场的事态，调兵遣将，所做出的几项举措，还是可圈可点的。可圈可点，那结果如何呢？几乎使我们2个王牌军全军覆没。剑生兄，那是因为情报泄密所致。借口。即便是情报泄密，那他也难辞其咎。剑生兄，我知道你一向和薛伯灵有隙，但在此党国危急之时，作为身居要职的你和我，能不能不意气用事啊？慈修，你说我是意气用事，哼，那我看你才是感情至上。慈修，你说的很对，你我都身居要职，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绝不能把个人感情凌驾于党国利益之上，对不对？剑生兄，你好了，剑生，慈修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让我把他的话听完好吗？你去见过薛伯灵是吗？韦座，知下刚刚倾听了薛伯灵对2次会战的反省。知下以为薛伯灵已经找到了2次会战失败的原因，而且他还已经找到了新的克敌之法，这就是天炉战法。何为天炉战法？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是：当日军进攻时，我军在保持自己实力的前提之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的拖累和消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之后，便主动向斜侧后方的山地转移，不是直线撤退，而是绕到敌人的包围圈之外，从更大层面上对敌人形成反包围，砌成2面天炉之壁，而在中间地带彻底破坏道路交通，控制清野，将敌人引诱到我们的决战区域，然后断其后路，从4面8方形成一个天然的熔炉，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今天到此，明天再议。委座来电。念。为免长沙恢复，功过相称，毋庸益处，唯望以后努力戒慎，莫自负使命可也。我没太懂。委座的意思是？委座的意思是，希望柏林兄重振旗鼓，在于日寇决一雌雄吧。委座就是委座呀。杨司令，哎呦，老长官，老长官，请。请。哎呀，
3位副司令长官，长官好。老长官，请。请。伯灵兄，我听委座电令你继续坐镇长沙的消息，我这满天乌云是一扫而光了。就是说嘛，委座要是这个时候换将，不但对北领不公，我们也感到心寒。哎，委座这次电令，可是让我的心落地了。哎，我可没有你们2个那么博大的胸怀啊！伯林兄没有被免职，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我这个烟斗啊，晓得该找哪个赔了。这样吗？烟斗都打断了，老兄够危险的。嗨，你还不晓得我啊，属猫的，9条命。我还以为委座要处置我那几天，你们3位副司令长官都快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呢。哎，是他，杨森，诽谤，绝对诽谤。请。请坐。请坐。今天我们只有一个议题，就是4个字：天炉战法。请各位各抒己见。这个本林兄啊，在座的都是司令、副司令级的长官，那就让我们这么干做的。哎，何副官，到。橘子是。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啊。尝尝，现在正是长沙下橘子的时候。哦，看看比四川的怎么样？要得。哎，还是不错哦。伯灵兄，这2天我一直琢磨你的天炉战法。我是这么想的：先以纵深的阵地节节抵抗，尽量的消耗日军的阻力，然后将其引到我们所决定的决战地点，以一支战斗力能与日军抗衡的部队，像一块磁铁一样牢牢地吸住它。然后我们可以集结大部队，围而歼之。关于这一点共识，我想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我们所讨论的是，在湘北，究竟哪一个地方可以作为适合的决战地点？也就是说，把何处设为炉膛。对此，我不知道薛长官您是怎么考虑的。尤青兄一句话就抓住了关键。我想把炉膛设在长沙城。诸位要有不同意见，不妨直说。那就恕我直言，我以为把炉膛设在长沙风险太大。我也有同感，因为炉膛一旦被击穿，长沙城势必不保。伯灵兄把长沙定为炉膛，想必有一定的道理。我们想听听您的理由。我的理由是，2次长沙作战，日军都铩羽而归。长沙不仅仅是战略要地，而今已经成了抗战的一面旗帜。日军大本营已经对阿南危机的作战才能有了非议，而阿南危机想平息这种非议的唯一办法就是占领长沙。在以前我们分析过，阿南危机急于建功，当今中国已经没有比占领长沙更显赫的战功了。所以，下次进攻，阿南危机一定会把占领长沙作为目标。伯灵兄，一把就掐住了阿南危机的命门7寸。思之再三，只有把炉膛设在长沙城，才能把阿南危机引到我们这个熔炉中来。北林兄这么一说，我也赞成。那么，如何构建这个炉膛，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我想有2点是极为重要的。你说。
第一，一定要构筑牢固的防御工事，一定要顶得住敌一军的第一轮炮火。就是说要加固炉膛，不能被敌人一击而穿。对，第二点更为重要，就是如何选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来固守炉膛。可是，如果阿南危机知道我们有重兵布防，他就会裹足不前，就会达不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所以，我想到只有一支部队能堪当此任。第10军。第10军？为啥子啊？知之者而后勇。正因为他们在金井受挫，他们急于雪耻，所以第10军会勇不可当。让泰山军守炉膛，一定会稳若泰山。可现在的第10军主官被撤，士气低落，在更多人的眼里，现在这支第10军完全丧失了泰山军之雄风，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烂军呐！王副司令长官也这么认为？是。烂的还不够，越烂越好。只有让他们烂得出了大名儿，阿南危机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以达到我们诱敌深入的战术目标。这一点我赞同。那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我们现在是要让一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固守炉膛，又要让阿南危机认为这是一支战斗力低下的烂军，而放心大胆地进入炉膛。那我想问，我们怎么让阿南危机中我们的计呢？对此，我们有另一项计划，蒋干道书，由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彭主任具体负责实施。哎，薛长官，你不是一向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吗？咋个这次用上八路军了？我才不管什么八路军、9路军，只要能打垮日军，我哪路神仙都请。幸亏是贯通伤，快好了。那我就可以回部队了呗？出不出得了院，我说了不算，那得问院长。那我找你们院长去。院长。哎，朱院长。李团长，怎么想回部队了？慢点。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泰山军这回是栽跟头了。可是那也不能把责任搁在第10军呢，军长也得撤了，师长也得撤了。现在弄得咱们成过街老鼠了，人人喊打。我的心情和你一样，金井之战，我军伤亡如此惨重，但是我没有对泰山军失去信心。我们一定能重新争回泰山军的荣誉的。现在3、6师，人家就指着鼻子骂你，这气儿我是忍不下去了。昨天要不是你，我早跟他们干起来。要是打架能争回泰山军的荣誉，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上。自己人和自己打，能打回第10军的军威吗？狗屁泰山军！你看，你再说一句。啷个嘛？你要再敢骂俺们泰山军是熊抱一句，俺就扭断你脖子！呸！狗屁泰山军，拿最好的装备去打败仗。我看啊，你们就是熊抱军。你说谁了？说谁了？你再说一句！打你！打你啊！住手！打你是不是？你哪个部队的？老子是战6师的。知道你是战6师的，战6师跟别人说话就老子的吗？我也不是对哪个都喊老子，就是对你们这帮泰山军龟儿子喊老子。你啥意思啊？这个还用问吗？就是说你们熊抱噻。金井一战，你们遭小鬼子打得是丢盔卸甲，就连你们军长、师长都被革了职。老子在你们面前喊老子，老子还降了背嘞。我看啊，干脆喊你们叫孙子，大家说对不对？对。
你再说一遍。孙子。 我是吴一志。什么？知道了。无法无天。怎么了？第10军和3、6师的伤兵在野战医院打架，还动用了部队增援，双方几乎要火并了。我去现场看一下。哎，等等。 火并的一方有第10军的部队吗？第10军的358团，还有3、6师的第3团。命令，战区宪兵部队立即出动进行弹压。贝里兄，就是士兵打架，不用宪兵队，我带着警卫连去就可以了。已经火并了，还仅仅是打架吗？我看可以定性为一场哗变事件。 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是啊，柏林兄，事态没有发展到严重的程度，不要扩大，传出去不好听。为了整肃军纪，我不怕家丑外扬。参谋长，执行我的命令。你再考虑一下。我再说一遍，这是一起严重的哗变事件，绝不能姑息，否则不等日寇打我们，我们自己就垮了。 参谋长，你是要我自己带宪兵部队去吗？我去。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快住手！别打了！别打了！别打！开门！开门！快将人放下！ 他们敢骂咱们泰山军，给我收拾这帮孙子！上！3、6师的弟兄们，只要是第10军的，就给我狠狠的揍！走！让开！快让开！站住！跪倒！让开！ 给我把枪！王八蛋，敢骂我们泰山军！你再骂去试试！骂你怎么了？ 好，你有种，我数到3，谁不开枪谁有孙子！打呀！1、2，让开！让开！让开！干什么呢？这一个个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往后靠！把第10军的枪都给我下了。 是，为什么下我们的枪？一个巴掌拍不响，凭什么就下我们泰山军的枪？还好意思问？现在的泰山军还敢称泰山军吗？怎么了？我看改成豆腐军还差不多。我宣布，第10军御史师358团集体哗变，按军中条例全部逮捕。我不同意。最多也就算打架斗殴，凭什么说我们是哗变？
枪都顶上火了，这仅仅是斗殴吗？走吧。好，把他们给我押走。让开！走，走，快点，快，快走！我觉得这事儿不公平。你说明明是两边打架，宪兵队怎么能拉偏架呢？再说了，为什么只抓第10军的人呀？是啊，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奇怪的。哎，你知道吗？蒋委员长把第2次长沙会战定义为一场失败的战役，他肯定不想让薛长官承担这个责任，就只好找个替罪羊了。再加上第10军在金井之战的时候打得十分的失败，伤亡惨重。你说这李军长吧，既不是蒋委员长的人，又不是薛长官的人，我看呀，这李军长是要倒霉了。哎，那不是李军长吗？哪儿呢？走。刚才过去的应该是泰山军的李玉堂军长，你看清了吗？应该没错，那边是第9战区的司令部方向。走，过去看看。李将军，您这是？我找薛岳。李将军，请稍等，容我禀报。禀报个屁呀！老子今天就是来闯辕门的。将军，请您遵守司令部的规定。什么狗屁规定？开车！小子，行啊，敢拿枪对着老子是吧？你有种！来吧，小子，往这儿打！开枪！你要是敢碰老子一根汗毛，我让你跪着给我扶起来！于堂兄，火气不小啊！我火气大着呢。怎么了，薛长官？杀人不过头点地。我李玉堂违反军令，战场上失利，要杀要剐，我没二话。但是，你不能对我们第10军斩尽杀绝。于堂兄，军中条例你是知道的，你的部下集体哗变，我按军中条例进行处置，这没错吧？狗屁条例，哗变！你好大的帽子！你是别有用心。李军长，说话有点分寸。去他娘的分寸吧！老子都被人给算计了，我还讲究什么分寸呢？薛岳，叫薛长官。薛伯龄，你给我听好了，你不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吗？没什么了不起，老子是黄埔1期，我不怕你。你现在官比我大，你有权撤我的职，但是你休想封住我的嘴。我让天下人都知道，你薛岳就是拿我们第10军当替罪羊，替你背指挥失误的黑锅。李玉堂，你虽然被撤了职，可你仍然是第10军的代理军长，你要对你说过的话负责任。你想一枪崩了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我李玉堂就是这次哗变的罪魁祸首，死有余辜，来达到你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吧，我李玉堂要是眨一下眼睛，我就不是爹娘养的。开枪！你是个神经病！我就是神经病，怎么了？
我这个神经病也是被你的阴谋诡计逼出来的。执行军纪。等等，你回来！我就是做鬼也不放过你！你这个卑鄙小人！吴兄，送军发出，带走。放开我！薛伯陵，你这个卑鄙！走，走吧。波田君，为我们即将迎来的胜利干杯！看来陈小姐又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了。长沙驻军因为战役失利，而陷入将帅不和、内讧不断，甚至发生部队火拼哗变的重大事件。更可喜的是，一直被皇军视为劲敌的泰山军，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昔的神勇，变成了一支臭名昭著的烂军。种种迹象表明，现在的第9战区已经如同一滩散沙，不堪一击。小姐的意思是，皇军再次进攻长沙，已经胜券在握了。现在驻守在长沙的敌人，就像是一个纸糊的巨人，轻轻一推就倒了。难道皇军还能不胜吗？我马上发报，向11军司令部汇报这里的情况。哎，主任，看你心急火燎的，哎，是不是蛇已经出动了？陈明运已经对第10军所谓的哗变事件深信不疑。刚才他极力的甩开我，心急火燎的又去了那个宜春茶楼，估计是去给敌人发电报了。太好了，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主任，蒋干盗书计划的书已经到了，该收网了吧？如果过早的收网，就会使长沙的敌特和日军司令部的联系中断，这样就会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警觉。到那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哦，李辉啊，这个陈明运呢，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你和他一起周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听见了吗？哎，主任你放心吧，在我们的地盘上，我估计他不会怎么样。这次长沙会战，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同志。我不希望在你这儿出现什么意外。我明白，主任。哎，看看这个，延安刚发来的，日本近卫内阁已经下台了。这个臭名昭著的近卫内阁终于下台了。哎，我们是不是应该买点鞭炮，好好庆祝一下？哎，恐怕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吧。虽然说近卫下台了，但是他的继任者东条英机是个战争狂人，以后的战争形势会更加残酷的。何が用ですか？司令官殿、先ほど届いた調査特務からの第10軍に対する情報です。哲学の現在の司令部は崩壊の間近です。我が軍にとってまさに天の助けです。腰抜け内閣もやっと片付きました。陛下は東条大将を首相に命じられた。陸軍による阻嚇がついに実現するのです。これで我が国も完全な戦時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す。支那戦線における唯一の野戦機動部隊である我が第11軍は完璧なる勝利をもって新内閣支持を表明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木下参謀長、直ちに調査攻撃の作戦計画を立案し、大本営と支那派遣軍司令部に許可をあげなさい。はい。就在阿南维基准备发动第3次长沙会战的同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新内阁与希特勒法西斯集团遥相呼应，一个更为疯狂的战争计划正在御前会议上秘密筹划着。陛下にご報告申し上げたいことがございます。連合艦隊司令長官山本五十六大将の作戦計画を入手いたしました。誠に感激に堪えません。米国の太平洋艦隊に壊滅的な打撃を与えるためには、今が絶好の機会でございます。我が国と米国の外交関係はまだ波状にあらず、政府の代表団は米国政府とワシントンにて談判中で、支那事変が未解決な現在、米国へは情報的態度を取るべきでしょう。アメリカと妥協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アメリカの供与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は大日本帝国にとって耐え難き屈辱。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大和民族の使命を発行一中。大東亜共栄圏を建設せねばなりません。米国大統領は開戦の権利がなく、議会が決めます。その議会内では孤立の主張が蔓延しており、我々は慎重でありさえすれば、当面は米国との戦争を回避できます。米国はすでに我が国に対して石油、ゴム、鉄鋼等の戦略物資の禁輸に踏み切っております。山本五十六長官の言葉を借りれば、今我が国が米国と開戦すれば、我が国にはまだ勝つ見込みが残されております。しかしながら戦略物資が尽きてからでは一戦すら交えることは不可能となります。工業生産において米国は世界一、鉄鋼では我が国の幾倍もあります。今は休眠の状態でしょう。米国を目覚めさせてはなりません。くれぐれもご英断を。アメリカと妥協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アメリカの供与を受け入れること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は大日本帝国にとって耐え難き屈辱です。忘れてはなりません。大和民族の使命を発行一中。大東亜共栄圏を建設せねばなりません。陛下、本御前会議におきまして、米国への妥協か、もしくは米国との開戦か、意見が2つに分かれております。このまま論争を続けても無意味かと
思われます。陛下、どうかご決断を。我が大日本帝国には広大なる生存権と豊富な産出資源が必要である。陳は連合国へ宣誓する。御前会议的决议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随后，关岛、菲律宾、威克岛、香港等地都先后遭到日军的攻击，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喂，好，太好了！给我把魏磊先生请到这儿来，快！你小心。委座。委座，好消息啊！知道我现在是多么振奋吗？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是无法入眠。你说，这日寇竟然敢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这不等于是把美国这头睡狮给惊醒了吗？是啊，我看东条英机这个战争贩子已经在给日本自掘坟墓了。是啊。上帝要他灭亡，陛下让他疯狂。哎呀，被激怒的美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美国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小鬼子是自取灭亡啊！是，天意。哎，我们和日寇已经打了4年，我民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向他们宣战吧？哎呀，对呀，对呀。借公不说，还没人想起这个事呢。魏文，委座，立即通知美、英、苏3国大使。现在吗？对，就是现在。我相信，这3国大使先生今晚也一定无人入眠。开门 ，please。诸位大使先生，请坐吧。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这日本卑鄙无耻地偷袭了珍珠港这一事件，说明世界各主要国家已经分成了壁垒分明的2个阵营，一个是反法西斯民主同盟，一个是法西斯轴心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向法西斯轴心国德、日、意3国宣战，并提议国际社会成立反法西斯同盟。The Chinese proposal reflects today's world situation. I believe President Roosevelt will contribute greatly to the World Anti-Fascism Alliance.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господи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озицией нашего вождя,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My country has just sent a diplomatic cable which expresses the same wishes. 很好，很好。我中华民国政府将就成立反法西斯同盟提出3项原则。第1项，成立太平洋联盟。和联军总司令部推举司令，建议由美国担任同盟领导。
第二，中华民国政府要求美、英、苏与我们一同和日本宣战。这第三，是太平洋战争胜利前，联盟各国不许单独的与日媾和。Today, President Roosevelt presided over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that declared war against Japan. And I believe all the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we must have war against Japan. 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这是日本为了侵略美国和英属殖民地以及其他国家发动的一场非正义的掠夺战争。这与他10年来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完全一样啊！是啊，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阵线就彻底的明朗化了。我们要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的一边，动员一切力量，为了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为了这一目的啊，我们愿意与英美缔结军事同盟，实行配合作战，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老毛啊，你说的对，我看呐，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公开表明我们的态度。对，啊，这是我刚刚写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太平洋战争的宣言。好，太好了，我马上拿去发表。将軍、米太平洋艦隊攻撃での大勝利は非常に目覚ましいものがありました。陛下の開戦の御事のりは我々を叱咤激励してくださったものであります。海軍の輝く式勝利で山本大将は軍神と呼ばれるほどだ。我が陸軍は皆うずうずしております。我々は奴ら以上に戦果を上げましょう。諸君はこれまで太平洋戦線こそが目下第一の戦線であり、シナは第二の戦線だと言われていることを耳にしているはずです。いつまでも言わせておくわけにはいかぬ。これは陛下のお考えではありません。私は以前陛下にお仕えしていた頃、お話を伺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陛下はシナを我が国の属国とし、大日本帝国を東洋最大の国家とすること、それでこそ我が国は英米との開戦に臨めるようになるのだと申されました。さすがは陛下、遠くを見据えておられる。確かに中国征服をして基地としてこそ我が大日本帝国は世界に立場を示せる。そこで提案です。我が第11軍司令部は大本営に表明を送ることにより、偏見者の言論に反駁をしてもらいましょう。我々は帝国軍人であります。言葉を浪する必要はありません。我が軍が勝利を挙げさえすれば、誰もが大日本帝国の第一戦線がシナであるとわかるはずです。我らが今すべきことは調査を攻め落とすことだ。そうだ。調査はシナ政府の旗印であり、我々はすぐここを落とすべきだ。太平洋の戦場と同等の位置へ立つには、まず調査攻めを行いましょう。諜報部の報告によれば、第9戦区は調査船の失敗により現在内部混乱だそうです。ではなおさら敵の混乱に乗じた攻撃を仕掛けるべきだ。そうだろう。我々は大本営の再攻撃の申請は送っているものの、今になっても返事がまだございません。なぜ自らそのようなことを。
まさか本当にシナを二の次に考えているのか。大本営がすぐに許可を出さないというのは何か理由があるはずです。理由だと？大本営は11軍から2個師団を選び南下させ香港への戦いに向かわせたい様子。そうなれば我が11軍の攻撃部隊はわずか4個師団と1個旅団計8万の兵。おそらく大本営の我々も兵力不足が心配では。敵軍の混乱が続けば必ず兵力が大幅に下がる。我が軍は太平洋での海軍大勝利に沸き、兵士たちの士気も上がっている。8万の精鋭をもってすれば接続などあっという間だ。神田師団長の言う通りです。確かな情報では節学の第10および第74軍はすでに我が軍より大きな損害を受けており、特に第10軍は戦力喪失の状態です。さらに第4、第26、第37、第58、第99軍なども同様の状態。たかだか2ヶ月で戦力の全面回復は見込めないはずです。つまり兵の数では敵軍が有利なものの、指揮戦闘力においては我が軍が有利なのです。ならなおさら今すぐ攻撃開始をするべきだ。己を知り敵を知れば百戦危うからず。攻撃時期の決定にはもう少し多くの情報が必要です。今松井機関が情報を集めています。この戦い必ず一撃必殺、全面勝利を手にしなくてはなりません。薛长官，军委会电令。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对我们战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什么情况？日寇侵犯香港，固守香港的英军请求中国政府支援。军委会电令，从第9战区抽调暂2军、第4军、第74军南下两广，配合英军作战。这是釜底抽薪呢。想放弃长沙？把电话拿过来，我要亲自问问委员长。什么情况？我还有个消息，你看了以后，也许心里会踏实点。对面的敌第11军也被抽调了2个师团南下。对。消息可靠吗？可靠。这是我们在武汉日本大本营里的内线发出来的，绝对可靠。这么说，敌第11军也只有4个师团，1个旅团，总共8万人。对。我们即使是被抽调了3个军南下，也还有足够的实力与之一战。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得让日军低估我们的战力。他们低估1成，我们就多2成的胜算。他要低估我们3成的实力，那我们就能取得双倍的功效。薛长官说得对。为了让阿南危机更多的低估我们的战力，我们还可以完全从军委会抽调我们3个军南下这件事进一步的示弱。我们还能怎么示弱？就是说，我们还得演一场358团哗变的大戏呀！什么？啊？你是说358团哗变是你唱的戏？我说呢，薛本领，你如果还拿我当你的参谋长，你就告诉我这到底怎么回事。看来我这个人就是不能演戏，一说就漏。你说，
这是我们为了迷惑敌人的间谍而下的一步棋。一步棋？358团哗变，是我跟彭中华下的一步棋。你们俩？你，彭中华，还有谁？还有我，还有你。二。哎，李本忠啊，到。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是团长大，还是军长大？军长大。那么，长官司令部要下命令，是先下到团里头，还是先下到军里头啊？那一定是军里头啊。这么大个事儿，我这个军长都蒙在鼓里头，你这个小芝麻团长怎么会知道？你是不是看我这个军长被撤职了，想耍我呀？卑职不敢。你给我说清楚了啊！哎，别提我，我伤刚好。二位长官，你们都爱看戏，你说那戏台上，是演将军的先出来，还是演马官的先出来？当然是马官了。这就对了嘛。跟二位比，我这级别就是个马官。那好，现在我就问你这个马夫，你是怎么知道的？你能说清楚吗？能。不，站着说，站着。要说这事儿吧，得从野战医院说起。364那几个小子也太猖狂了，不就是侥幸得了个军委会的嘉奖吗？这回我们第10军真的是一栽到底了，就连条狗都敢欺负你啊！我就是受不了这个窝囊气。团长，你下个令，我去狠狠地教训一下那个孙子。团长，俺手遭殃了，你说，你让俺揍谁，俺就揍谁。揍谁呀？我让你揍小鬼子啊！咱们现在共同的敌人就是小鬼子，别听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起内讧。得个处分好啊！你是团长，你怕受处分，我不怕。那就让我挑头，领兄弟们去出了这口恶气。兄弟们，有胆量的，跟我走！我咽不下这口气，咽不咽给我咽！军长、师长都被撤了，还嫌不够乱吗？咱们第10军现在走的是背字儿，我也想找回面子。下回打小鬼子的时候多杀他几个，面子不就找回来了吗？给他战友室看看，起什么内讧？说得好啊！哟，师傅，哎呀，本忠啊，好点了吗？嗨，我这点小伤没事儿。哎，哟，谢谢师傅。怎么样，能走吗？啊，走，师傅有话要单独跟你说。走，在这说不就完了吗？走。不是，你们都出去，别给我惹事儿啊！哎，你惹事我就处分你们。不好意思啊。师傅，坐。行啊你，有点团长的意思啊。我就知道您不是来单独看我的。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不瞒你说，我这次来，还真是带了一项特别重要的使命。什么使命？坐下。您坐。哎呀，坐。本忠啊，我是来代表薛长官，向你传达一个密令。第10军的番号他都快取消了，薛长官向我个团长传达密令，您别拿我开玩笑了。本忠啊，就是因为
你们第10军仗打得烂，要不是因为你们的番号快被取消了，这个密令还轮不到你们呢。师傅，这话我不爱听啊。怎么就烂了？我们是打败仗了，但是我们打得比谁都英勇。重庆那帮头头听了不懂行，您是军事家，您能不懂吗？净跟着瞎起哄。我还真不是跟着瞎起哄，我就是希望你们这第10军啊，越烂越好，最好烂到根儿。哎，你听我说，最好是臭名远扬。什么意思啊，师傅？哎呀，你急什么急啊？坐下。薛长官这个密令，就是要求你亲手制造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哗变。哗变？那弄不好要出人命，你不会让我们集体自杀吧？真有点这个意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哎，我慢慢跟你说。我师傅说，彭主任说，这是薛长官给我们使的一计，让敌人感觉到这一战咱们太上军打败以后一蹶而不振的假象，而实际上，薛长官会尽快的给我们从兵员、装备上补给，并且让我们在长沙会战上最主要的位置打主力。打住！薛长官给你下密令，我这个军长却不知情。薛岳，你什么意思啊？军座，小点声。我不怕他。别，军座，您息怒。刚才我说了，站好。在戏台子上唱戏，将军在后边，演马夫的先出来，那跟别人打架的事儿，谁去合适啊？我合适。这台戏我先出场，完全是为了2位长官的隆重出场。你懂个屁呀！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告诉你，在国军队伍里最狗屁的事儿，就是派系林立，任人唯亲。我李玉堂不是老蒋的派系啊，老蒋把我当后娘养的。他薛某人还不正投其所好，趁着这次机会，哼，他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啊！军座，您别误会，彭主任说了，下回让咱们泰山军打主力，人家怎么可能就？怎么就不可能啊？他用泰山军打主力是一回事儿，用不用我这个军长是另一回事儿。我早就知道，下一个战役，我李玉堂不会是台上的主将，而是沦为台下的看客。你知道吗？放屁！请坐。来了，玉堂兄，请坐。找我什么事儿？不会是除了关禁闭，还要再给我一个处分？好大的火气啊，玉堂兄！你不想听我解释一下？有话就说。我还要回禁闭室休息呢。玉堂兄，柏林兄这次特地把你请过来，就是要亲自向你解释。这么大的诚意，你都不肯让一步？玉堂兄，第10军这次所谓的哗变，确实是我有意小题大做，但这不是为了整第10军。其中的缘由，我想，那个瘦猴李本忠一定跟你说了吧？告诉我又怎么样？这么大个事儿，瞒着我这个代理军长，你就是没把我放在眼里头。我要不瞒你行吗？不瞒着你，
你那天能跟我暴跳如雷吗？不瞒着你，你能跟我敞胸露怀吗？胸肌也没有，腹肌也没有，你也敢露？你我还不了解。我要是告诉了你，那天的闯辕门那出戏，你能演得那么逼真吗？你要是演砸了，我们的计划不就全泡汤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哼哼，征华第10军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泰山、虎贲是我们第9战区的2只铁拳，没有了你，我怎么保卫长沙？玉堂兄，这次柏林兄为了一雪前耻，可谓煞费苦心。再说，这事儿他连我也没有说。说实话，我差一点给他翻了脸。他是个什么人？神经病，对吗？所以，咱别跟他一般见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看看这个吧。叫什么呀？自己看。这都是给我的。出了门你就可以去领取。如果不要，我可以收回。我要是不要，那才是神经病呐！神经病，这可是你说的啊！哎，我没说。今天记者来的可真不少。各位中外记者朋友，你们用自己的良知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假宣传，戳穿了日本宣传机器的假新闻。你们用事实的真相揭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你们用手中的笔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战区司令部决定在这里举办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各位记者玩得尽兴。参座，我敬你。啊，陈记者，你的大作我经常拜读，笔锋犀利啊。您过奖了，参座。我能不能冒昧请教您一个问题呀？你说。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怎么没见薛将军的身影啊？薛长官这几天身体不太好。啊，我是裴仙。吕处长，我是八路军通讯处的吕慧，您记得我吗？我采访过您的。说，听说2次会战国军伤亡惨重，是因为情报泄密，
您是情报处处长，我们做记者的很想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第一，情报泄密跟我无关。我。第二，我现在的身份是第9战区情报处副处长。可我们这些记者都知道，第9战区有一名年轻精明的情报处处长，怎么变成副处长了？石培，李处长。副处。什么处长、副处长的？您的功绩谁不知道呀？其实呀，我心里一直都很敬仰您。这杯酒我敬您。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是薛岳专门从军统要来的亲信，他怎么会降你的职啊？你知道诸葛亮为什么要斩马谡吗？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薛岳是不惜处置亲信，来掩盖他战役指挥上的失误。哎，陈大记者，不光人长得漂亮，还很有智慧。您过奖了，但我还有件事情弄不明白，今天这么热闹的记者招待会，薛岳怎么不来呀？你以为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管那个姓薛的？哎呦，我现在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其实啊，我还听说薛岳现在心情也不太好。岂止是心情不好啊，他连最高统帅部的电话都摔了。你觉得他是不是疯了？真有这事儿啊？他连上峰的电话都敢摔？我要再继续说下去，恐怕连我这个副处长的位置也保不住了。今天美酒良宵的，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请您跳支舞呀？你觉得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情去跳舞吗？只要你肯赏这个面，我保证让你心情好起来。请吧，吕处长。你慢点儿，来，走过来。来，慢点啊。不对，不对啊！为什么不对呀？外界都传了，最高统帅部对薛岳留任意见分歧很大，
难道他不是因为这个跟上峰吵翻脸的？我跟你说不对就不对。你都喝高了，你还弄得清对不对嘛？啊？我跟你说，我没喝高，我心里边啊清楚得很。那好，你门儿清，你告诉我，薛岳为什么跟上峰吵架啊？这肯定是高层有人给他上眼药。你不会没听说过第4军和第74军吧？陈明玉现在正一步步落入我们的圈套。好啊，这出戏演好了，威力不亚于1个军呢。你就配合他们把戏演下去。嗯，但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主任，你放心吧，现在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没有安全隐患的。这就好。虽然说我们都有为抗日大业做出牺牲的精神准备，但是一定要注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知道了，主任。陈小姐，看来又给我们带来了有价值的情报。立即发报。好的。可以了。侦获确切情报，薛岳所部近期将有3个主力部队抽调南下。被抽调的部队有第74军、第4军和暂2军。